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。首先这条是，疫情期间，美国劳动力市场失衡，体现在贝弗里奇曲线上失业率与职位空缺率关系异常。2022年4月起，职位空缺率下降，曲线回归疫情前水平，表明经济复苏疲软。虽然通胀率仍高于美联储目标，但劳动力市场指标正逐渐恢复疫情前水平。让我们关注，宾夕法尼亚州一名法官将针对拜耳公司的22.5亿美元判决减少至4亿美元，因为一名宾夕法尼亚州男子声称他因接触该公司的 Roundup 除草剂而患上癌症。下一条，美元因利率维持高位而持续走强，但由于美联储暗示将放宽政策，预计未来12个月美元将小幅走弱。尽管预计欧元和日元将小幅上涨，但美元仍被认为被高估。接下来，堪萨斯州立法者为吸引超级碗冠军堪萨斯城酋长队，提出允许该球队制定一项利用州债券资助堪萨斯州新体育场的计划。下面这条，曼哈顿前检察官琳达·菲尔斯坦与流媒体巨头 Netflix 达成和解。菲尔斯坦因其在 Netflix 剧集中对5名少年案事件的描绘而提起的诽谤诉讼已撤销。Netflix 同意向无罪项目捐赠100万美元。该组织致力于为被冤枉定罪的人洗脱罪名。剧集中也会增加免责声明，表示该剧在一定程度上是基于真实事件改编。接下来这条，新兴市场货币预计今年将继续疲软，因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急于降息，而且一些关键国家的选举结果备受关注。根据对50多位外汇策略师进行的调查，在新兴市场资产在5月31日至6月4日期间小幅上涨后，由于美元今年强势，几乎所有新兴市场货币在未来3至6个月内都预计将走弱或至多保持区间波动。让我们关注，澳大利亚经济增长平缓，受高利率和生活成本上涨影响，第一季度 GDP 增长 0.1%， 年增长率 1.1%， 政府支出成为拖累，私人投资下滑。接下来，三得利控股有限公司发行5亿美元债券，成为今年少数涉足美元债务市场的非金融日本公司之一。接下来，迪士尼和佛罗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达成协议，结束法律纠纷。新协议将允许迪士尼在沃尔特迪士尼世界投资170亿美元，并在未来15年内开设第5个大型主题公园。迪士尼将获得更多土地用于扩张，但需将100英亩土地捐赠给该地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。接下来这条，泰国总理计划通过控制央行董事会和任命更亲政府的央行行长，来扩大对央行政策的影响力。这一举动反映了政府和央行在经济政策上的分歧。接下来这条， Zara 母公司 Inditex 一季度销售额增长 7%， 符合预期。尽管竞争加剧， Inditex 凭借对门店和线上体验的投资而领先于竞争对手。让我们关注，蔚来汽车获批在中国建设第3家工厂，产能将增至100万辆，与特斯拉上海超级工厂旗鼓相当。让我们关注，露露柠檬将公布1季度收益，销售增长成为焦点，股票下跌。分析师担心这家公司今年是标普500指数表现最差的公司之一，正在将客户流失给 Alo 和 Vuori 等新品牌。接下来这条，美国加强贸易壁垒，导致中国太阳能企业暂停东南亚工厂生产，出口不确定性增加。隆吉绿能科技、天合光能已暂停在马来西亚、越南、泰国等国的生产。最后这条是，比特币突破71000美元，连续第5日上涨，反映出全球市场对美联储今年降息前景的信心增强。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，我们6小时后见。